后面的外带堂食，冰度甜度有券吗？没券扫码。我明明背了3遍，我要一杯奶茶。快点啊！那一秒，我学了3年的中文，听起来全变成了外星语。别怀疑，这不是你的中文有问题，是你还没拿到中国生存的剧本。我那天真的超有信心，结果现实世界连让我把话说完的机会都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善。我是刚刚大脑一片空白的梦。很多学习者都有一个幻想，觉得只要会说我要这个，请给我那个，就能在中国生存。但真正让人崩溃的，根本不是你要说什么，而是你没预料到别人下一秒会对你说什么。对，因为中国服务员讲话真的像机关枪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真实场景有流程压力。如果你不知道下一步通常会发生什么，你的听力会瞬间下降。对，我发现我不是听不懂中文，我是听不懂流程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教句子，我们直接带你走一次真实中国点餐生存流程。中国点餐其实分成2种世界，堂食和外卖，2个世界的压力完全不一样。等等，连这个都有区别？有，而且很多外国人一开始最容易卡在这里。已经开始紧张了。好，我们先讲堂食，因为很多人刚进店，第1秒就已经慌了。你还没坐下，店员可能已经问几位。这句我第一次差点没听懂，因为他讲太快。而且重点不是发音，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大脑根本没预判到。很多学习者学中文的时候都只准备输出，但真实世界90级的压力来自输入。哇，真的？而且中国服务员很少讲完整句，他不会说请问一共有几位客人呢？他只会几位，然后下一秒马上接扫码取号，前面等，过号作废。过号作废真的很恐怖，那种感觉很像，如果我现在没听懂，我是不是马上就失败了？对，一进入焦虑状态，大脑会开始疯狂自我监控，后面的人是不是在看我？我要不要直接讲英文？我是不是很笨？然后中文突然变乱码。对，越紧张越听不懂。因为真实听力根本不是耳朵收音，更像一种预测游戏。如果你知道餐厅通常先排号，那扫码取号就很容易猜。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流程，店员就算说很清楚，你还是会卡住。所以很多时候，问题不是中文太难，而是我根本不知道中国餐厅怎么运作。对，这个才是真正隐藏的大魔王。而且你以为坐下来就结束了？不会吧？还有真正的混乱现在才开始。啊，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。因为现在很多中国餐厅根本没有纸菜单，服务员看你一眼，直接一句扫码点。啊，我第一次真的听成扫码点。因为真实中文会疯狂压缩，扫码点餐，最后只剩扫码点。而且更恐怖的是，他讲完就走了。对，
他默认全世界都知道怎么做。是的，母语者之间有大量共享背景，大家默认，这你应该懂。所以句子会越来越短。所以中文现实世界根本不是课本那种完整句。而且，等等，这里还有一个隐藏问题。什么？唐时和外带，后面的流程会完全不同。啊？如果你说唐时，你接下来可能会遇到自己找位、餐具自取、小料在那边。小料，我第一次完全听不懂。对，因为课本不会教，但中国火锅店很多人会默认你知道小料区是什么。你不知道的话，就会开始偷偷观察别人。对，我以前真的会假装低头玩手机，其实是在偷看别人怎么做。而且这个行为超真实，很多语言学习者真正依赖的不是语言，而是社会观察。这个太真实了。但你以为唐时已经够难？不要告诉我外卖更恐怖。更恐怖，完了。因为外卖世界节奏更快，压力更高，而且几乎没人等你。已经开始窒息了。现在你走进奶茶店，店员第一句可能不是“您要喝什么”，而是“堂食还是外带”。对，我第一次真的卡住3秒，因为我脑子里开始翻译唐龙啥，结果后面的人已经在等。而且很多人会发现，越简单的词，在压力环境里越容易崩，因为你的大脑没有时间慢慢分析，它必须瞬间反应。所以真实中文生存根本不是考试模式。对，是即时决策模式。而且真正尴尬的还不是这里。还有，你回答完外带，店员下一秒可能立刻追击：大杯、中杯、正常糖、少冰、去冰，现在喝吗？等等，等等。他为什么一次问4题？因为中国很多店员已经进入自动连招模式，他一天讲几百次，速度会快到像一整块声音。对，我那时候根本不是拼中文，我是在暴风雨里求生。而且很多学习者到这里会开始犯一个危险错误：什么？拼命逐字翻译。但真实听力高手很多时候不是逐字理解，而是场景预测。奶茶店通常会问甜度、冰块、大小，所以即使你没听清全部，你还是能猜。等等。所以真正高级的听力其实是提前知道套路。对的，当你的大脑建立场景地图之后，中文会突然慢很多。很多人以为那叫中文进步，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你的大脑终于知道接下来通常会发生什么。哇，这个真的太神奇了。记住，记住，当你感觉中文机关枪正对着你的头，大脑一片空白时，千万不要试图去逐字翻译。你也可以说按平时最推荐的来，或者对付所有你听不懂的指令。那我扫哪里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主意好，简直是救命神咒啊！没错，只要你抛出问题，把球踢回给店员就可以了。但你以为这样就够了？不会还有隐藏攻击吧？当然有，下一集
我们会进入一个更危险的地方。哪里？中国网约车，因为司机有时候一句话就能让外国人瞬间怀疑我是不是白学中文了。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。如果你刚刚有几个瞬间也没完全听懂，很正常，因为真实中文世界本来就不是慢速教材。如果你想继续练这种真实中文生存力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留言，也告诉我们你在哪个真实场景最容易脑袋空白。因为真正的中文挑战往往从课本结束之后才开始。